洪水河嘅上游一路向南，穿行喺雲貴高原同埋廣西中部盆地嘅喀斯特地形山區，喺大化縣最北部嘅北景鎮匯聚成咗一個稍微開闊嘅濕地。呢一大片嘅濕地水域係方圓幾十里人口最稠密嘅一個地區，亦都係東蘭、巴馬、大化三個縣域嘅交界地帶。山高皇大縣嘅縣究竟係有幾遠？離佢所屬嘅大化縣城足足有100公里嘅直線距離。由於沿路都係喀斯特地貌豐松，揸車過嚟嘅實際時間遠遠超過咗2粒鐘。係廣西西北部典型嘅山區邊遠地帶。貧困係刻喺呢啲大山入邊最醒目嘅一個標籤，但貧困只係一個相對性嘅概念。呢個聚集咗大量人口嘅貧困地帶，已經係呢方圓幾十里大山入邊最為富庶嘅地區。幾千年自給自足嘅農耕社會，為生存提供咗足夠多嘅經驗。加上現代工業社會嘅技術加持，只要唔係好似朝鮮一樣絕對嘅與世隔絕環境，最起碼嘅溫飽生存問題嘅解決，憑借住中國人勤奮嘅傳統係綽綽有餘。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洪水河嘅水係解決溫飽嘅最先決條件。當地漁業嘅繁榮係現代社會解決溫飽之後最重要嘅產業。傳統嘅農業喺呢個大山入邊一直面臨人多地少嘅問題。隨住從山上遷徙落嚟嘅人越嚟越多，呢個問題喺過去相當長嘅一段時間係越嚟越嚴重。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隨住近年經濟下行嘅波及，出生人口嘅減少，老齡化加劇，外遷人口嘅增加，反而又變得日益蕭條。各種因素嘅疊加，正喺度重塑呢度嘅生存面貌。從蒸蒸日上、喜氣洋洋嘅增糧時代，過渡到江河日下、暮氣沉沉嘅存糧時代，轉變之快，令人眼花繚亂嘅同時，亦都措手不及。20多年有盼頭嘅好日子，如綻放煙花，只不過係曇花一現嘅幻覺，眨下眼就已經錯過。當然，幸福從嚟都唔係一個標準嘅量詞。中國人嘅幸福係由對比中而產生，參考對象嘅唔同，所得出嘅結論就會越唔同。你越幸福，我就越唔幸福。同樣道理，你越唔幸福，我就覺得越幸福。對於住喺山腳下嘅人們而言，無疑比住喺山上嘅會更有幸福感。北景鎮東部或東南部嘅大片山區，係喀斯特地貌豐松特徵最為明顯嘅一片熔岩山地。從上到下，由雲貴高原從貴州南部延伸落嚟超過100公里，從左至右橫貫半個廣西西北部地區。放眼遠望，山外有山，山山相連。八山一水一分田，通常係拎嚟形容貴州省所處嘅地形惡劣程度。9山半水半分田係惡劣中嘅極端程度。環顧中國廣大嘅山區，已經算係極其少見。而呢片大山係極端中嘅極端，真正意義上嘅地無3尺平，連所謂嘅山間盆地都非常之罕有。山上嘅公路9轉18彎，繞住山體一路上上落落，不停延伸。有一種心境叫希望在轉角，有一種路叫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呢度嘅路係越走越茫然，連綿不絕。呢種心境係無窮無盡嘅折磨感。貴州興宜嘅喀斯特地貌叫做萬峰林，峰林係由山峰組成嘅森林，每個山頭獨立喺地表上，底座並不相連。而呢度係喀斯特地貌嘅峰叢，每個山頭嘅底部相連喺埋一齊，每一個起伏都係皺節相交，並冇多餘嘅半塊平整地面。峰林同埋峰叢一字之差，可以係天差地別，瞬間可以從人間仙境跌落到無間地獄。
對於人類嚟講，呢度嘅生存環境已經係不能用惡劣嚟形容，民間稱之為被魔鬼詛咒過嘅地方。有山，清一色嘅石頭山，貧瘠得嚟缺少泥土，谷底有少量泥土嘅地方又缺少咗光照，但最關鍵嘅係缺水。除咗上天恩賜嘅雨露之外，只有極少數嘅溪流。唔好話農業灌溉嘅用水，連最基本嘅生活用水都極度缺乏。名副其實係魔鬼偷走咗呢度人類賴以生存嘅水同埋泥土。龍脊梯田或者巴澤梯田嘅環境雖然艱苦，但經過改造，起碼算得上係做幾多食幾多，有穩定嘅預期。而呢度嘅人們喺幾百上千年嘅農耕文明時代過嘅依然都係原始人般嘅生活，土地極度之貧瘠，生活極度之貧困，物質極度之匱乏。呢一片無窮無盡嘅豐松地貌，當地人稱之為七白農。所謂農，瑤族語言為深窪地嘅意思，係山同埋山相交嘅碗狀地帶，傍山而建造房屋，瑤民就居住喺窪底。反映喺數字上嘅描述就更加令人嘆為觀止。喺七白農地區251平方公里之內，有海拔800到1000米嘅山峰5000多座，期間由山峰組成嘅窪地1300多個，其中一啲嘅窪地由324個布努瑤族嘅小村莊組成，一個村莊就係一農。而七白農只係呢片大山當中嘅一小部分地區。如果用一個更恰當嘅詞語形容呢方圓幾百公里人類居住嘅豐松地貌，無疑會得出一個更貼切嘅名：千山萬農，或者係叫做千山萬村。究竟尚有幾多嘅人口住喺呢個所謂被魔鬼詛咒過嘅地方，至今其實並不確定。呢度嘅人口化整為零，分散喺窪地上。雖然有學校，但有唔少嘅人一生從未踏進過課堂。雖然有衛生站，但有唔少嘅人相信傳統嘅中醫草藥，從未踏入過正規嘅醫療機構半個門檻。仲有唔少嘅人終其一生都冇離開過呢片大山半步。對於外界嚟講，既冇動機，更冇動力搞清楚呢千山萬農嘅具體生存狀況。被惡魔詛咒過嘅土地尚且有動力尋找被詛咒嘅原因，但被上太拋棄嘅子民何能配得上外部嘅一絲憐憫嘅目光？因此具體嘅數量更詳細嘅信息難以統計。毫無疑問，對於闖入呢片千山萬農嘅外人而言，呢度天地蒼茫，千峰競秀，氣勢磅礴，係震懾人心嘅好風景。只係呢片人們眼裏嘅好風景，係數以萬計嘅人世代賴以掙扎求生嘅無間地獄。山腳下嘅洪水河小濕地，已經係佢哋眼入邊嘅人間天堂。至於大山外邊嘅世界，對於佢哋嚟講，同火星差唔多，既陌生又害怕。習慣咗大山嘅生活，適應咗大山嘅節奏，產生咗對大山嘅認同感，亦加深咗對大山外嘅排斥感。喺呢度，佢哋可以如魚得水，健步如飛，一切都游刃有餘。喺大山外邊，佢哋綁手綁腳，寸步難行，一切無所適從。因此，大山就好似一座孤島，隔開咗兩個世界，睇得見卻又摸唔到，既不能感同身受，亦不能介入當中嘅因果，只能各自修行，各安天命。外人所謂嘅無間地獄，對於佢哋嚟講，或許就係人間嘅天堂。